女人在野外艰难的生产，可丈夫回来后却关心生的是不是儿子。是儿子吧？啊，是哥哥。哥哥也好啊，跟你一样，这个大美人儿。皇太极想要儿子，可哲哲却一连几胎都是女儿，虽嘴上不说，可他的行为却表现得十分明显。你们要走了，连看一眼都没有。大汗他是领大一心，姑姑你别放在心上，你现在要养好身子，马上就会再怀上一胎的，想想看，一定是个阿哥。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纯福晋突然有了身孕，所以自从这天开始，皇太极就没有来找过哲哲，以至于他每晚都独守空房。就连其他侧福晋也趁着道喜时，故意讽刺他生不出儿子来，表示科尔沁自产的梅子汁虽然能养出很多的大美女，却也能导致无法生出男孩，并认定是他喝了海兰珠的梅子汁，所以才会早产生了个女儿。虽然哲哲表示生男生女都一样，可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看到大汗对小格格不疼不痒的，连起名字都没心思，这换的是我呀，我得多伤心。而就在哲哲不知所措时，幸好玉儿在一旁打圆场，表示大汗不是不喜欢格格，而是想花心思取个好名字。本以为此事终于就此翻篇，怎料哲哲却意外听到两位侧福晋竟怂恿纯福晋一定要为大汗生个儿子，然后抢走他大福晋的位置。就连皇太极也在这时特意送来了一尊送子观音，顿时让哲哲有了危机感。殊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让他感到难以接受。这天哥哥得知他生了个女儿，便特意从科尔沁赶了过来，表面上是来关心哲哲，实则是见他没能生出儿子，无法保住科尔沁在大金的地位。虽哲哲表示自己还能再生，可哥哥却不想再冒一次险，于是他决定再派个人进宫，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哲哲的亲侄女玉儿。什么？姑姑要我嫁给大汗？这让玉儿感到难以置信。虽然她一直都喜欢着姑父，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一样喜欢着自己。原本皇太极并不看好玉儿，并认为侄女太小不宜嫁人，还让哲哲不要再提及此事。谁知他却从侄子口中得知，曾经有人给玉儿算过命，说她有母仪天下的命格。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当夜他便告诉哲哲，自己已经想好让玉儿进宫。然而这一次哲哲却感到很是为难，因为皇太极的好兄弟多尔衮也一直都喜欢着玉儿，为了能早日娶到心仪之人，他还特意求哲哲为他俩说媒。那玉儿喜欢你吗？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不喜欢我的。由于已经答应了多尔衮，这让哲哲不知如何是好。本想要劝侄女考虑清楚，怎料玉儿却说心里没有别的人，因为自从大汗在湖边救了自己，男人就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哲哲本想成全玉儿和多尔衮，奈何他却向往火坑，他也无能为力。但多尔衮却不能看他被火，于是将他带出了宫进行劝阻。还有那么多的女人，而你只是其中一个。昨日爱你姑姑，今日爱你，明日就会爱上别的女人，而我多尔衮只会爱你一个，你会是我唯一的女人。你到底会不会跳啊，你这个笨女人！大玉儿对多尔衮的深情告白置若罔闻，直言一直以来只把他当作朋友。多尔衮的一片真心未冷，气得他恨不得马上消失。可一转头看到身边仅有一匹马，终究舍不得心爱的女人步行回去，便把这唯一的马留给他。大玉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错过了那个满眼都是他的绝世好男人。当天晚上，大玉儿穿上红色喜服，得偿所愿的嫁给了皇太极。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多尔衮失去了心中所爱，悲痛万分，发誓总有一天要超越皇太极，让大玉儿后悔当初的决定。而哲哲刚对侄女挖了墙角，没料到那个大猪蹄子转眼又去招惹自己的另一个侄女。这天喝醉酒的皇太极无意中闯进海兰珠寝宫，借着酒劲将海兰珠扔到床上，欲强行宠幸，亏得他拼死抵抗才保全了清白。可他寄人篱下，纵然受了委屈，也不敢吐露半字。皇太极酒醒后想起自己的荒唐举动，顿时懊悔万分。自此女人的身影便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这天女人偶然撞见一只受伤的小鸟，于是他便爬上假山想送它回窝，眼看身子一晃就要跌下去，皇太极如飞一般赶到他身边，一把将他抱回了安全地方。日夜牵挂的人此刻就在眼前，男人怎肯错失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即就要向其表白。谁料女人竟直接回绝，转身快步离去。怎料二人交谈的这一幕偏被不远处的大福晋哲哲看到，他回去后当即大发雷霆。为什么男人的心总是不满足，见一个爱一个？要不是皇太极是大金可汗，哲哲恨不得手撕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的渣男。另一边多尔衮不满大玉儿嫁给皇太极，为证明大玉儿选错了人，他一口气将明军打得连连溃败，朝中几位贝勒也纷纷倒向了他这边。皇太极听闻此事，顿时坐不住了。为了证明谁才是大金真正的主人，他次日便御驾亲征与明军交锋。没曾想首战便中了明军的算计，大军被死死困在原地整整10天10夜，眼看粮草就要断绝。可皇太极拉不下脸面向多尔衮求援，只能命玉儿前去劝说。玉儿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当晚便赶到多尔衮的军中求援。岂料多尔衮为了出气，竟故意刁难他。如果你想要见14哥，最好在明天早上换上这身衣服，到军营外的衡山镇悦来客栈找他。玉儿听从多尔衮的要求，换上了百姓的衣裳。没成想多尔衮竟又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你若想让我出兵去救皇太极，就得当我一天的婢女，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怎么不愿意啊？那你回宫继续享你的清福。为救丈夫脱离困境，玉儿只得放低姿态答应了他，随后便跟着他一同上山砍柴。可瞧见玉儿身体不适，多尔衮只好亲自动手将柴砍好，送到了他面前。把这些柴捆起来，扛下山去，送给需要的农家。这么多柴，让我一个人捆啊！大汗未来一统天下，你身为大汗的女人，除了无上的光荣，更需要知道民间的疾苦。就在玉儿捆好柴准备返程时，一伙强盗突然窜出来，将他团团围住。危急关头，多尔衮及时赶到，徒手挡下一刀，才救下了玉儿。随后，他将玉儿抱到一座破庙中歇息。怎料他连在梦中都牵挂着皇太极的安危。玉儿醒来后，见他为救自己手受了伤，急忙上前要为他包扎伤口。我讨厌你这样！为了皇太极，你居然为了讨好我，当个卑贱的丫头受尽我的折磨。他是我的男人，我为他死都愿意。你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好了。我要你当我多尔衮的女人，你干嘛？多尔衮，你混蛋！多尔衮情难自已，心头涌起一股占有他的冲动。可玉儿提醒他不要忘了当初的承诺。多尔衮听后心中一阵酸楚，心疼这个傻女人竟付出了这么多。我真不明白，一个为了让自己结婚，把自己妻子送往别人怀抱的男人，有什么值得去爱的？这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女人。多尔衮决定履行承诺，当夜便率军出征，将皇太极救了出来。此事过后，关于他二人的流言蜚语很快就在宫中传开。与此同时，大玉儿的父亲突然病危，原来寨桑想要传位给海兰珠的弟弟，被大福晋知道后，瞬间让他领盒饭。海兰珠母亲发现了丈夫死因的真相后，被大福晋一刀刺死，而母亲临死前哀求他能保住你们性命，改变你们命运的是皇太极。为了报仇，海兰珠终于下定决心去抢妹妹的男人皇太极。第二天，妹妹玉儿来看望海兰珠，姐姐，我来。玉儿怎么也没法相信自己最爱的男人竟然会躺在亲姐姐的床上，而姐姐还装出一副无辜模样。我对不起玉儿。没事的，我会跟玉儿说的。玉儿跑回自己房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会这样？哥哥，我早就提醒过你，可你老是为别人着想。姐姐心里只有卓离，她也最清楚我有多爱大汗。我怎么会想到他们俩？哥哥，别难过了，有了身孕，得小心身体啊。玉儿无法容忍皇太极和姐姐的背叛，当天回到宫里就喝了好多酒。皇太极没办法，只能顺着他的性子让他喝得痛快。玉儿借着酒劲，狠狠指责起这个对感情不专一的男人。大汗，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说。大汗是何时爱上姐姐的？皇太极没有回答他，但此处无声胜有声。我可以嫁给你，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独占你，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早就爱上姐姐了。你为什么要娶我？自从撞见皇太极和海兰珠在一起，玉儿终日郁郁寡欢。在园子里荡秋千时，她差点摔了下，但关键时刻总能看到多尔衮的身影。你这种个性，怎么在皇宫里跟人家斗？让我来教教你吧。大汗一向对楚楚可怜的女人特别怜爱，你不妨试试看，把你那些小母老虎、小野马的个性改改，扮成小白兔来讨她喜欢，说不定……我就是我，就算我摔死了，我也不要作假，让别人来爱我。听了玉儿这番话，多尔衮越发对她这种直率的性子爱得难以自控。在祭天大典上，皇太极见海兰珠还坐在妹妹玉儿后面，便亲自走过去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从今天起，科尔沁的海兰珠就是我的侧福晋。恭喜大汗！玉儿无法接受打击，直接晕了过去。皇太极这才知道玉儿已经怀孕。恭喜大汗，玉福晋有喜了，真的，已经2个月了。听说玉儿怀孕2个月，皇太极立刻神情凝重起来，开始怀疑这个孩子的来历。因为2个月前，皇太极率军亲征时被明军包围，是玉儿求多尔衮出面才救了他。那段时间，玉儿还在多尔衮的军营里住了1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你说。我有孝在身，红白相冲，我必须得满了100日丧期之后才能张扬。是吗？听了玉儿这番解释，皇太极顿时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喝了一肚子闷酒去找海兰珠诉。此刻海兰珠心里最明白，玉儿在见多尔衮之前就已经怀了孕，却有意瞒着皇太极不说。那你还爱玉儿吗？玉儿是科尔沁的福星，也是我大金的福星。就算我不爱她，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不让任何一个人得到她。海兰珠就这么任由皇太极猜忌自己的妹妹。第二天，宫里的流言一下子传开了，都说玉儿从多尔衮的军营回来就怀了孕。可玉儿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她相信姑姑哲哲肯定会跟皇太极解释清楚，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哲哲的阴谋。哲哲怕玉儿生下阿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找了个借口让玉儿过了100日再告诉皇太极。如今能救玉儿的只有多尔衮了。多尔衮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早就喜欢上玉儿了。在玉儿出嫁之前，我曾经问过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浪迹天涯？可是她告诉我，她的心中只有一位英雄，那就是大汗。嫁给大汗是她一生的梦想。多尔衮的心从那一刻起
就已经死了。只有他清楚玉儿有多爱大汗，所以才替他抱不平。大汗上次被困锦州，玉儿收到您的书信，千辛万苦跑来找我，她一心为她的丈夫，不顾自己的安危。这样的女子，这样的嫂子，多尔衮心中佩服。如果大汗是个相信流言、不信任自己妻子的人，那只能怪玉儿错爱了他的英雄。多尔衮一番话总算说服了皇太极。为了彻底消除他心里的怀疑，多尔衮决定娶玉儿的妹妹小玉儿为妻。没料到这样也没能保住玉儿肚子里的孩子。